Hello，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我想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武汉的枪击案啊。那昨天直播的时候呢，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聊着聊着还没有聊两句，然后就被其他观众朋友的其他的提问给岔开了，然后聊到最后，然后就聊歪了啊。那所以说呢，我今天还想跟大家来补充的聊两句这个武汉的枪击案，以及这个台湾啊，最近呢是有很多中共国的人划着橡皮艇跑到台湾去这个事件啊。那首先呢，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武汉的枪击案。那武汉的枪击案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几天了，它发生的时间呢是5月16号啊。那我相信很多观众已经都知道它这个事件了。它目前呢，官方的通告说是1死2伤啊，可是呢，在中共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传言说是2死啊。那所以说呢，目前它这个消息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目前呢，持枪的犯罪分子已经被抓捕了，案件的细节呢还在调查当中啊。那我就想来聊一下我对他整个枪击案的一个看法。那这2天呢，我在中共国和这个很多的 YouTube 上面看了一圈，有很多的中共国的人和其他的博主，然后就很夸张啊，然后说这个是反革命打响了第1枪啊，然后说这个是武昌起义2.0，然后当时我看了，我觉得怎么可能呢？他这个其实很大的几率啊，就是一个混黑社会的人啊，就是他有一枪啊。那很多人会好奇说，中共国是禁枪的，连买一个菜刀你都要实名登记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人持有枪支啊？我们都知道，那过去的几年当中呢，中共国是满地的张献忠，就是各种的无差别伤人案件。那所以说呢，中共官方也是非常的害怕，他就怕有这样的社会上的这种风气骚动起来啊，然后就出现各种反政府的行为啊。那所以说呢，他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严格的管控各种的武器啊，就是连做饭的菜刀也是要实名登记你才可以买的啊。那在一个这样高压的环境当中，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拔出一支枪，当街对另外一个人去爆头。那所以说，很多人他就无法理解说为什么会有枪支啊。其实，在中共国的民间是有大量的非法枪支的啊。那这些枪支的途径呢，其实有很多种来源的。那一方面呢，他一般持枪的人，他都是有的是黑白两道都混的，然后还有一些呢，他就是混黑道的嘛。那黑道他们获取枪支的途径其实是很多的。那最多的途径呢，那就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啊。那可能很多人说走私，那怎么可能呢？你边检你过不了啊。那其实呢，中共国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很大，它在它的边境线上和众多的国家有接壤的。譬如说，你往西边去的话，往新疆那边去的话，它是和好几个斯坦是直接就接壤的。然后你在云南和广西这边，它是和越南、缅甸，就是各个国家都接壤的啊。如果说你要有心的去走私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因为它的边境线很长的，它不是全部的地方都有人把控的啊。来举一个例子，以广西的东兴啊来作为例子啊，它和越南接壤的地方啊，就是隔了一条很小的小河沟一样，你划一个船或者是你游泳就可以跑到越南的土地上了，而且它那边是没有人看守的，是非常容易进入的。那这个时候你要通过它这样的方式，在它那边买到各种非法的枪支、各种的违禁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再走私到中共国的境内，其实是易如反掌的。还有就是缅甸那边啊，缅甸那边它本身它的社会它就是一个非常乱的一个情况啊，你要买军火、买枪支或者是买毒品这些东西，都是从金三角那边流入到中共国的。它是从缅甸那边先进入到云南境内，然后再发放到中共国的各个地区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走私的一个路线啊。那所以说枪支呢也是一样的情况。那枪支的走私呢，其实它很多时候还可以把它拆成各种零件分批来走私啊。
来防止被官方给抓到啊。那所以说它的途径是非常多的。那中共国境内呢，其实在10几20年前，在各大一线城市啊，你花个几千块、1万块钱都可以买到一个枪支的啊。那我为什么会知道呢？那是因为我家里有亲戚啊，他之前是在广州做生意的，然后呢，有一次他的女儿，然后就被广州的一些小混混吧，就是黑社会的给绑架了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是把他给带走了。那带走之后呢，那我的亲戚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嘛啊，然后他就想去买一支枪啊，然后去找这一帮黑社会来算账啊。然后就想去买枪，然后当时都已经打听到去哪里买了，就是非常容易的啊。那结果呢，就是他并没有去购买枪支，那因为那这一帮小混混一听说他准备去买枪了，然后就吓到了啊，然后就赶紧的把这个女孩子给送回家了啊，然后就放出来了啊。那大概的事件就是这样啊。那所以说10几20年前，你在中共国的一线城市啊，就是说买非法的枪支都是易如反掌的啊。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到那种2、3线城市、18线小城市，你通过黑社会的渠道想获得枪支也是非常容易的啊。那说回这个武汉的枪击案啊，那武汉呢，从古至今呢，它的民风都是非常的彪悍的，是人狠话不多的那种啊。它就是和东北的人还不一样，东北的人呢是出了名的就是很多的黑社会爱打架斗殴，特别爱打打杀杀。可是湖北人的话是不多的，他不太喜欢和你去耍嘴皮子，可是他们一干起事儿来还是特别的狠辣的这种啊。那著名的武昌起义嘛，那就是推翻了清政府的辛亥革命，那就是由武昌开始的啊。那所以说呢，当这个武汉的枪击案一发生之后呢，很多海外的反贼然后就嗨了，然后说哇，这个是武昌起义2.0版呢，是打响呢反中共的第一枪啊，然后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的兴奋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中共国人民终于要站起来了，准备要推翻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呢。我只想说，大家都想多了，不可能会发生的啊。那这种事情呢，那通过这个武汉的枪击案之后呢，他肯定从政府层面上会更加的严格，他会有一大波的搜查和严打的，一定会把他民间所藏的一些枪支和一些危险的一些东西都把它给收缴出来啊。他只会让这个武汉人民的生活更加的雪上加霜啊，就是不可能说会让你打响反革命第一枪的啊。那这个枪击案之后呢，那持枪者毫无疑问啊，他必定会判死刑的。那首先就是他在中共国这样的集权社会当中持枪已经是死罪了，而且还当街爆头了一个人啊，那更加的是影响很大。那所以说呢，那这个持枪者不管他是什么来头、什么身份啊，他一定会死刑的啊。那再来就是呢，我们都知道啊，他们的小学博士是特别的怕死的嘛，然后那怎么可能会允许就是在民间有这样大张旗鼓持枪伤人的事情啊？那所以说呢，武汉和中共国全国都会面临一轮严打的啊。那这是我对武汉枪击案的一个看法。那下面和大家来聊一下台湾的2个新闻啊。那台湾呢，最近几天是特别的繁忙，特别是台湾的海域啊。那首先呢，是有一对父子划了一个橡皮艇偷渡到台湾啊，就想要奔赴自由啊。然后偷渡台湾之后呢，还在岸边过了一个夜，然后就到相关部门去自首了啊。他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想偷渡去台湾，想逃离中共国。那我就不知道台湾的政府会不会把他们遣返回去啊？如果他被台湾政府遣返回国的话，那可能他回去之后会面临中共国的处罚啊。那所以说不知道台湾的政府最终会不会把这对父子遣返回中共国。那再来就是呢，还有一个中共国
山东的一个网红，然后也是划着橡皮艇啊，从这个福建一直划到台湾去了。台湾去了之后呢，还把他们中共国的这个5星红旗啊插到了台湾的土地上，然后又偷偷摸摸的迅速的返回了中共国，然后还拍了影片发到他的抖音账号上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山东爱国区嘛。我们都知道，山东呢是孔孟之乡啊，它这个地方呢是盛产各种的脑残小粉红啊，就是特别的爱国啊。那这个脑残呢，他是把他的脑残行为付之行动了啊，居然啊就是偷摸的就真的划了橡皮艇去台湾啊。其实他这种行为呢，已经触犯了法律啊，他这样非法登陆台湾的国土啊。还有就是他们不是一直都说吗？台湾是中共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如果说真的是他中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为什么不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插他的5星红旗呢？偷摸的插了之后，然后赶紧跑回去啊，就怕被抓到了。那其后呢，他的抖音账号也被中共国的官方给禁封了，因为他搞的这一出出来啊，然后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啊。那中共国呢是非常的不开心啊。其实他这种行为是在公开打脸中共啊，是在公开辱华呀。因为中共的外交部和中共的国台办、中共政府一向都说台湾是中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台湾。那现在居然要偷偷摸摸的跑到台湾去插他们的国旗，去撒尿占地盘，这样的行为啊，就太让他的伟大祖国丢脸了。这是啪啪打他的祖国的脸啊。然后其次就是今天是5月20号嘛，是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任职的1周年啊。那赖总统呢，他应该会有一个1周年的演讲，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计划和展望啊。那所以说呢，中共这边呢也没有闲着，然后最近刚刚放出消息说，他们将在2027年攻打台湾啊。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还有台湾的观众说，你要来台湾旅行的话，你最好是2027年之前来啊，要不然你2027年来的话，可能会赶上战争啊。然后当时我就笑疯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中共他就是一个纸老虎，他不敢打台湾的，就是说你给他100个胆子，他都不敢打的，他只敢就是这样打嘴炮嘛，然后在嘴巴上来恐吓你啊。我是不觉得中共有这个胆量去打台湾的，他也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啊。那以上是我对这个中共要攻打台湾的这方面的看法啊。那也希望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你们觉得中共有这个胆量和实力来攻打台湾吗？你们怕不怕呀？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